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刚下飞机，拖着行李来到东京新筑的一家连锁药妆店，然后急着想帮亲友代购一款特定牌子、包装还长得很像的眼药水。这情境大家出国应该都很常遇到。对啊，然后你掏出手机，手忙脚乱地在翻译软体里打字，接着把荧幕直接嘟到店员的脸上。店员眯的眼睛看完，点点头，然后换他接过你的手机，用一指神功慢面敲打日文回复。没错，这中间大概有整整30秒，你们两个就这样看着彼此，那个空气真的凝结到不行，尴尬到爆。确实，这种递手机等打字的窒息瞬间，去过日本玩的你一定不陌生。但如果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只要带着平常听音乐的耳机，你的 iPhone 就能瞬间变成一个24小时待命，而且完全听得懂各种日本腔调的随身口译员呢？这听起来很像科幻电影，但它确实发生了。今天这趟深入探讨，我们要为准备去日本旅游的你开箱一个刚刚上线，绝对会彻底颠覆你未来旅游体验的超强神器，就是 Google 翻译的耳机即时对话大更新。这真的是近期旅游科技圈投下的一颗最大震撼弹。其实，耳机即时翻译这个概念不算新，过去它一直被当作实验性的功能，只局限在美国或是印度等少数国家的 Android 手机上才能抢先体验。等一下，所以我以前拿 iPhone 去日本根本不能用这个功能咯？对，但这次的更新所以引发这么大的讨论，被称为游戏规则改变者，是因为 Google 正式把系统的高墙拆了，全面登陆 iOS 平台。哇！也就是说，现在广大的 iPhone 与 iPad 用户终于跟 Android 用户平起平坐了。只要你带着手机飞到包含日本在内的10个首播支援国家，这项功能就会自动为你解锁。等等，这意思是我不需要再去买市面上那种动辄5、6千块甚至破万的专属 AI 翻译耳机了吗？我原本还在犹豫出国前要不要咬牙刷一台下去。完全不需要。难道我抽屉里那副用到有点旧的 AirPods， 或者是去便利商店应急买的几百块有线耳机，只要插上 iPhone 就能直接开挂吗？可以，完全可以。这就是这次更新最迷人的地方，它完全不限耳机品牌。真假？杂牌的也可以。Sony、BOSS 还是最便宜的杂牌有线耳机，只要它上面配备了麦克风能收音，通通都能无缝接轨。这也太神了吧！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因为 Google 把这项技术的底层逻辑做了一个很聪明的转换，你的耳机其实只负责一件事情，就是当做一个麦克风通道。真正负责进行复杂语言分析跟翻译运算的是你手机的 App， 还有背后庞大的 Google 云端伺服器。原来如此，所以我的耳机就像是餐厅外场负责点餐的服务生，而真正负责炒菜的是 Google 躲在云端里的超大型中央厨房。这个比喻非常精准。不过我之前看那些专属翻译耳机的评测，他们都疯狂强调要有什么顶级通透模式，或是主动降噪，这样才能把对方的声音听得清楚。如果我今天戴的是一副超级平价、连通透模式都没有的蓝牙耳机，收音难道不会糊成一团吗？这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硬体迷思。哦，怎么说？所谓的通透模式，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让戴着耳机的你能够听见周遭的环境音，避免走在路上发生危险。它对 AI 收音的品质并没有直接的帮助。所以我一直都误会了吗？对，在 Google 的这套运作机制里，当对方用日文回答你时，声音主要是透过你手机底部的麦克风，或者是你摆在桌上的手机本体来接收的。所以手机才是那个收音的主力。没错，手机收到音讯后，瞬间丢上云端翻译，再把中文结果传回你的耳机里。所以你根本不需要为了翻译去升级你的耳机硬体。这个 CP 值真的太高了，等于是大脑直接免费升级耶。好，硬底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来谈谈实际落地的操作。你知道出国在外本来就容易紧张吗？当然，面对外语环境压力会比较大。如果我在成田机场的柜台前，后面还排了50个人，这时候如果我还要在一堆复杂的 App 界面里找设定，我一定会崩溃。
这个神奇的操作流程真的有办法做到随插即用吗？设计团队显然有把这种排队焦虑考虑进去，所以他们把界面极简化了。你只需要3个非常直觉的步骤。好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当然是确保你的 Google 翻译 App 更新到最新版，并且带上已经连线的蓝牙或有线耳机。这很基本。那第二步呢？第二步，打开 App， 你会发现在画面的正下方多出了一颗非常显眼、按钮特别大的即时翻译，英文是 Live Translate， 直接点下去。听起来不难。那点完之后呢？第三步就是选择你要的模式。如果你只是想听懂车站广播在讲什么，就选单向的聆听模式。但如果你是要跟店员来回对话，就毫不犹豫地点选对话模式。只有这样。但如果在对话模式下，我难道不需要像用对讲机一样，就是我讲话的时候按一下中文，然后换对方讲话的时候，我再赶快切换按一下日文吗？如果我手里还拿着护照跟钱包，根本腾不出手来按荧幕啊！这就是这套系统的精髓所在了。在对话模式里，我强烈建议你直接开启自动辨识功能。自动辨识，这有多神？这个 AI 经过大量的语料训练，它能够在1秒钟之内，透过发音的结构跟语法，判断出现在是你在讲中文，还是对方在讲日文。哇，所以我根本不用去按那些切换语言的按钮了。完全不用，你完全可以把手机优雅地放在桌上，或者轻轻拿在手里，双手彻底解放。你讲中文，手机扩音就会自动播日文；对方讲日文，你的耳机就会传来中文。天哪！这已经不是随身翻译了，这根本是配备了一个隐形的口译秘书诶。的确是这种感觉。那既然这么厉害，我们直接把这套系统丢进自由行旅客最怕的几个魔王级实战情境来考验一下。好啊，我们来模拟一下。假设我们现在已经落地日本，第一站来到饭店大厅，准备办理入住。通常这时候房间还没好嘛，我们最需要用到，但也最怕讲错的一句话就是请问退换后我的行李可以寄放到下午4点吗？这个需求非常实用。以前我都要在脑海里疯狂排列组合英文单字，最后讲出破破烂烂的 luggage、keep、4 o'clock 之类的。现在你完全可以把这些破碎的单词抛到脑后了。在这个情境下，你只要开启对话模式，自然的用中文对着空气说出你的需求，也就是退还后行李寄放到下午4点可以吗？然后呢，手机会怎么反应？你的手机会立刻用非常标准的日文扩音播报给柜台人员听。这时候，你只要稍微将手机底部的麦克风朝向柜台，你就能在耳机里听到对方充满日式礼貌的中文回复。像是那种没问题的，我们会为您妥善保管之类的吗？没错，而且因为你的双手是自由的，你可以很从容地核对订房资料、拿护照，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这种从容感真的很加分，不然每次在柜台前都像在打仗一样。不过，饭店大厅通常很安静，翻译准确很正常。但我真正的焦虑通常是发生在情境2。你是指机场服务中心换 JR Pass 或是新干线划位吗？对，你知道东京车站或是机场的 JR 服务处有多吵吗？广播声、行李箱滚轮的摩擦声，旁边各国旅客的聊天声全部混在一起。那里的背景噪音确实非常复杂。如果我想跟站务员要求说我要坐新干线右侧靠窗，因为我想看富士山， AI 难道不会把旁边阿北咳嗽的声音，或是隔壁道别的聊天内容也一并翻译进我的耳机里，变成一场灾难吗？这个担忧非常真实，而这正是 Google 这次导入 Gemini 3.1 模型最厉害的技术展示。Gemini 3.1，它有什么特别的？这套最新的 AI 模型在进行语音辨识时，并不是单纯的把所有声音录下来然后翻译，它在后台进行了非常复杂的声学过滤。声学过滤听起来很高级。因为 AI 已经学习过数百万小时的人类对话，它在数学模型上能够精准辨识出人类声带发声的频率形状啊，所以它认得人类讲话的频率。对，
所以当你在车站时，只要将手机麦克风大致对准站务员 ，AI 就会自动锁定那个频率，然后从运算中把火车刹车声、广播声这些背景噪音给剥离掉，只留下主要的对话内容。把噪音从数学频率上剥离，这听起来简直像是科幻电影里的黑科技。不过，就算收音再精准，话位这种事情容错率极低耶。的确，买错票上错车就麻烦了。万一系统把右侧靠窗翻成左侧走道，或是把班次时间弄错，我上了错的车，后面的行程就全毁了。这种牵涉到精准资讯的沟通，只靠听觉，真的够有安全感吗？针对这种需要100%确认的高压情境，这项功能里面其实还藏了一个神技，什么神技？叫做面对面分隔萤幕模式 （Face to Face）。分隔萤幕那是怎么运作的？当你切换到这个模式，手机萤幕会立刻从中间切成两半，下半部正对着你，上半部则会自动向上颠倒，正对着站在你对面的站务员。哦，所以我跟站务员都可以看到正面的文字。没错，当对话进行时，你不只会在耳机里听到翻译，你们两人的面前还会同步生成中日双语的即时逐字稿。等于是我跟站务员可以同时看着荧幕上的文字进行双重确认了。是的，因为车票牵涉到日期、时间、班次代码跟精准的座位号码。当你讲完需求，你们双方可以直接指着荧幕上出现的明早9点、右侧靠窗这些关键字。这等于是提供了语音加上视觉文本的双重保险呢。没错，这直接把沟通失误的几率降到最低，绝对万无一失。这招神救援真的太强了，有白纸黑字的即时字幕，那个安心感是完全不同的等级。好，搞定了最头痛的交通，我们终于可以放松一下，进入情境3，也是我去日本最期待的美食，对吧？居酒屋无菜单点餐。对，这真的是我的切身之痛。好几次我鼓起勇气走进那种巷弄里，只有当地人的道地居酒屋，结果墙上贴的菜单全是手写日文，连张图片都没有。这对不会日文的旅客来说，真的是一大挑战。最可怕的是，热情的店员还会走过来，口沫横飞地念出一长串的今日推荐，我完全是鸭子听雷，最后只能尴尬地点头说 yes， 然后上来一盘我根本不敢吃的内脏，超崩溃。面对这种充满挑战的在地小店，现在你可以打出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组合拳怎么打？首先，你可以先用我们都很熟悉的相机即时翻译功能，把镜头对准墙上的手写菜单，先大概掌握今天有哪些食材。这个我会用。那听店员讲话的时候呢？接着重头戏来了，当店员开始热情介绍隐藏菜色时，立刻切换到对话模式。你不仅能听懂他推荐的烤鱼或是特制下酒菜，如果你有特殊的饮食需求，也能直接讲。像是说不好意思，我的串烧请完全不要加葱之类的。对，或者是请问这个生鱼片可以帮我做成炙烧的吗？你一样直接对着麦克风讲中文，手机扩音就会帮你把这些极度细微的客制化需求准确传达给师傅。这样我终于不用再屈就于连锁餐厅的安全牌了。不过讲到这里，我一直有个疑问呢。什么疑问？以前的翻译软体，就算字面上的意思翻对了，那个发音听起来还是冷冰冰的，像机器人一样。早期的语音合成确实比较生硬。对呀，如果居酒屋老板是很热血、很大声的喊“欢迎光临，今天想喝点什么”，结果我的手机却用一种毫无感情的机器声音回报，或者我的手机帮我点餐时听起来像个终结者，这样在充满人情味的居酒屋里，会不会超级破坏气氛，甚至有点出戏呀？你点出了一个过去 AI 翻译最难克服的痛点，也就是情绪的传递。但这正是这次导入的 Gemini 3.1 Flash Live 模型最厉害的地方。它连情绪都能翻。没错，它在语义理解之上更具备了强大的语气捕捉能力。它不只是在做单词的转换，它会去分析说话者的音调高低、重音落在哪里，以及讲话的节奏快慢。哇塞，这太神了吧！所以，当居酒屋老板热情招呼时，你在耳机里听到的中文翻译虽然是合成语音，
但它会带有同样的热情节奏跟高昂的语调。那反过来说，如果我很客气地问，能不能不加葱呢？手机扩音播出的日文也会保留那种柔软礼貌的感觉，而不是平铺直叙的机器音。这在感受日式服务的细腻度上有着决定性的差异。这真的是把科技做到有了人味，太不可思议了！我现在恨不得立刻订机票飞去东京实测。确实会让人很想赶快去试试看。但是作为一个帮听众把关的节目，我们不能只沉浸在这种美好的想象里嘛。科技再怎么神，总有它的硬伤吧。如果我们过度依赖这个神器，什么情况下它会瞬间跌落神坛，变回一块反铁？很高兴你提到这一点。为了平衡报道，我们确实必须了解这项技术目前的极限在哪里，而它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极度依赖云端运算与网络连线。所以没有网路就惨了。对，我们刚刚聊到的所有黑科技，包括过滤噪音、精准的上下文理解，甚至是捕捉语气跟情绪，这些庞大的资料处理都不在你手里的那只 iPhone 里，而是在 Google 的云端伺服器上。也就是说，网络的品质决定了翻译的生死咯。没错，如果你身处在一个网络讯号极差的地方，比如一间位于地下室2层的隐秘居酒屋，或者是你去到了非常偏远的东北山区乡下，那会发生什么事？这项功能可能就会面临严重的延迟，语音无法及时转换，甚至会直接宕机，混淆语言。哎呀，我已经在哀嚎了。所以，如果在深山里的温泉旅馆，我想跟亲切的老板娘聊个天，就刚好没讯号，我的完美翻译秘书就直接罢工了吗？那这样风险也太大了吧？有没有什么自保的备案呢？当然有，这就是我们要给所有准备出发的听众最重要的温馨提醒。广告到大家。第一点，去日本玩，千万不要在网络上省钱，请务必准备稳定且高品质的网络，不管是购买频宽充足的 eSIM， 还是实体的5G 网卡，因为网络顺畅，你的对话才会流畅。笔记起来。那第二点呢？第二点也是最后的保命底线。出发前或是趁着还在饭店有 WiFi 的时候，请务必进入 Google 翻译 App 的设定里，把日文的离线语言包下载到手机里。等等，你刚刚不是说这套耳机即时对话的强大功能都在云端吗？那我下载离线包有什么用？它能做到什么程度？这就牵涉到云端运算与边缘运算的差异了。边缘运算也就是设备端运算，当你失去网路时，云端的大脑断线了。但如果你有下载离线包，你的手机还是能动用自身的晶片算力来进行救援。就是靠手机自己的力量硬撑一下的意思。没错，虽然在离线状态下，你绝对无法体验到 Gemini 模型那种完美的语气捕捉，也没办法进行最流畅的即时双向语音对话，听起来会有点卡卡的。但它能确保你最基本的文字翻译以及单纯的语音转文字翻译功能依然可以运作。懂了，我可以把它想成是买了一份沟通的强制险，对吧？非常好的比喻，在最极端完全断网的环境下，你至少还有基本的工具可以表达需求，不会瞬间退化回比手画脚的石器时代。也就是说，先下载好离线包，买个保险，加上顺畅的 eSIM， 这套神器才能发挥100%的战力。今天这趟深入探讨真的让人大开眼界，确实是一次很棒的技术盘点。我们不仅见证了科技进步的速度，更看到了这不单单只是 iOS 系统多了一个功能这么简单呢，它其实是彻底改变了台湾人去日本旅游的交流方式啊。没错，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更有自信地走出观光客舒适圈，不用再被局限于那些有中文菜单的店，直接走进在地人才去的小店就对了。科技确实为我们打开了很多扇原本紧闭的门。不过，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跳脱技术层面，抛出一个没有在前面讨论过的深层思考。什么思考？当科技已经能完美捕捉语气、情感，甚至帮我们搞定所有复杂的沟通时，语言的隔阂确实消失了。但这会不会也让我们失去了一种乐趣呢？失去乐趣，你指是什么乐趣？我们不用再尴尬的流汗，不用鸡同鸭讲，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在效率上当然是好事，但你回想一下过去的旅行经验，那种因为比手画脚、语言不通，你画图，他查字典，过程虽然很笨拙、很费力，但当对方终于懂你的意思，意外和当地人产生了某种真诚连结的时候，哇，被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懂了。那种像是大笑的瞬间，真的是回国后会津津乐道的回忆耶。是的，当未来的旅行变得完全零摩擦，一切都精准无比，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可能失去了什么？这真的是一记直击灵魂的回马枪啊！也许那些沟通中的小摩擦，那些因为听不懂而产生的意外，才是旅行当中最有温度、最让人回味的调味料吧。当旅行变得太过轻而易举时，我们该如何保持探索的温度？这是个值得细细品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留给准备前往日本旅游的你，在下次戴上耳机使用这项超强神器的时候，好好去体会和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答案了。今天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解析，赶快去检查一下你的翻译 App 更新了没，我们下次见。